2025年才刚迈入2月底，中国人还没从新春的氛围中缓过来，一场噩梦般的风暴却悄然袭来。社交平台上，关于国企和央企裁员的帖子和视频如洪水般涌来，标题一个比一个刺痛人心，铁饭碗彻底砸了。央企裁员比民企还狠，金饭碗也开始降薪了。这不是零星的牢骚，而是中国经济深陷泥潭的冰山一角，更是中国权力结构大洗牌的惊人信号。数据触目惊心，悲剧令人窒息。这一次，普通人怕是要被彻底抛弃了。一位网友发帖痛诉，他在一家央企干了5年，最近被叫进办公室，领导甩给他3个选择：一是直接裁掉，拿点赔偿滚蛋；二是把正式合同改成没奖金的劳务派遣；三是领着最低工资自己出去找活干。我傻眼了，哪个都不想选啊！他在帖子末尾哭喊，这不是选择，这是逼我去死。另一位博主拍视频，语气满是崩溃。我有个朋友，北大毕业，进了某央企，本以为是铁饭碗，稳到老。结果呢？他部门整个被砍了，通知他30天内滚蛋，连缓冲都没有。他人都懵了，说好的稳定呢？现在央企裁员比互联网大厂还狠，谁敢信？还有更惨的。一名网友爆料，他去年刚进一家国企，签合同才3月，最近被通知裁员，部门里资历最浅的他首当其冲。我连过年红包都没发完就失业了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他在帖子最后绝望地写道。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。据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报道，央企裁员早就不是新闻。中铁和中建这2大建筑业巨头，当年就传出大规模裁员消息，一家子公司甚至直接裁掉1/3员工。经济观察报披露的数据更吓人，一家能源央企2级子公司，过去3年员工从1800人砍到1000人。另一家贸易央企每年硬性淘汰5%至8%的员工。按这个比例算，一家10000人规模的央企每年至少得踢掉500到800人。别以为这只是几个人的哭诉，数据摆在这儿，冷冰冰地揭开现实。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数据估算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央企和国企总计雇佣约3000万名员工，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10%以上。这3000万人曾被视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器，拿着铁饭碗的他们是无数家庭的顶梁柱。可现在这根柱子摇摇欲坠。再看更具体的数字，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去年的内部报告估算，2024年全国国企和央企裁员人数可能突破150万人，比2023年激增50%。中国企业报援引业内人士消息称，若裁员计划集中执行，2025年第1季度央企裁员规模可能达到50万至80万人，相当于每天近6000到9000人失去铁饭碗。更扎心的是，这些裁员不只是优化结构，而是只砍底层普通员工。一名博主爆料，他所在的央企建筑公司裁员名单里全是基层工人和刚入职的新人，高层一个没动。领导们还在开会讨论奖金，我们却连饭碗都没了，这公平吗？他在视频里愤怒地质问。金融央企的金饭碗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上个月，北京传出消息，27家金融央企员工年收入将被强制设定在100万元上限。100万听着不少，可对动辄年薪数百万的高管来说，这等于腰斩。华夏时报披露，某国有银行2024年取消60%的扩张计划，去年招进来的应届生，今年直接成了裁员炮灰。一位被裁的银行职员在微博吐槽入职时吹得天花乱坠，说是金饭碗，结果1年不到就让我卷铺盖走人，这饭碗是纸糊的吧？这些触目惊心的裁员背后藏着什么秘密？
一位资本市场资深人士一针见血，经济下行是导火索，但裁员潮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结构调整。他分析，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螺旋式下行泥潭， GDP 增速从2023年的 5.2% 跌到2024年的 4.5%， 工业增加值增速更是创10年新低，仅 3.8%。企业利润缩水，央企自然扛不住，只能瘦身求生。但他话锋一转，语气里透着冷笑，别天真以为这是单纯的经济问题。裁员潮背后是某些大佬在重新划分蛋糕。他举例，某能源央企高层最近大换血，新领导砍掉一半基层岗位，却给亲信加薪 30%。这种操作在央企里早不是秘密。美国经济学家也持类似观点。他直言，央企是中国政府的延伸，裁员潮本质上是内部资源和权力的再分配。普通员工被牺牲，高层和关系户却稳如泰山。这不是优化，而是收缩蛋糕，保证既得利益集团吃饱。他警告，若趋势持续，央企会彻底变权贵俱乐部，普通人想进去比登天还难。数据似乎也印证这一点。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，2023年央企管理层和高管平均薪资超50万元，普通员工仅8万元，差距达6倍。2024年裁员潮中，虽有金融央企限薪政策，但部分非金融央企高管薪资未降反升。一位内部人士私下透露，我们公司裁员后，高管还拿年终奖，基层连遣散费都拖着不发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央企裁员的连锁反应有多恐怖？算一笔账，以3000万央企和国企员工为基础，若裁员比例达 5% 至 10%， 就是150万至300万人直接失业。每人背后牵连一个3口之家，影响人口450万至900万。若物流、餐饮等相关行业萎缩 10% 至 20%， 可能在波及数百万至上千万人，总计受影响人数或达数千万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人多是铁饭碗砸了后无处可去的中年人。一名博主感慨，我41岁，被裁后投了50份简历，连面试都没捞到。民企嫌我老，国企不招人，我只能送外卖，一个月3000块，连房贷都还不下。据智联招聘2024年数据估算，35岁以上求职者再就业率仅约 28%， 比5年前下降一半。社会危机也在发酵。一位经济学家预测，若政府无根本性措施，裁员潮可能推高2025年失业率至 7% 至 8%， 每年新增失业人口或达数百万至千万级，社会底层将失去希望。他引用国际劳工组织估算，2024年中国青年失业率已攀升至 18.5%。叠加央企裁员潮，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中年人丢了饭碗，阶层流动几近停滞。面对裁员潮，有些央企试图自救。某能源央企宣布在美国设子公司，外包部分业务，想保住岗位。可这招管用吗？花旗银行分析师一语道破，这种扩张连总业务量的 5% 都保不住，纯粹饮鸩止渴。数据显示，该央企2024年海外业务利润率仅 3%， 还不够付工资，等于花钱买罪受。还有央企打降薪牌。财经杂志报道，某电力央企全员降薪 20%， 试图少裁员。可员工炸了锅，降薪后我月薪剩4000块，连奶粉钱都不够，还不如裁了我。更讽刺的是，降薪1个月后，高管悄悄发绩效奖金，基层却连说法都没有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只是前奏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国务院正酝酿国企改革方案，未来3年可能削减 10% 至 20% 央企编制，涉及数百万岗位。若真落实，铁饭碗怕是要成历史名词。曾经，央企是无数中国人的梦想，
拿着铁饭碗的他们是亲戚朋友眼里的骄傲。可如今这碗不仅碎了，还砸得满地血迹。3000万人的饭碗悬崖边，数千万家停陷绝境，上升通道被堵死，普通人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讽刺的是，裁员潮席卷全国时，官方还在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这话听着漂亮，可现实血淋淋。央企裁员不是优化，而是赤裸裸的权力洗牌，铁饭碗破碎，不是改革，而是对底层的抛弃。这场寒冬才刚开始，中国人还能撑多久？怕是只有天知道了。